我覺得《狂龍鎮》是卡普空寫給街霸玩家的一封情書。你們知道的，格鬥遊戲其實本質上除了立回以外，最大的因素就是猜拳。老遊戲在很多新時代玩家眼裡都是有點枯燥且無聊的，因為大部分时間好像都只是在不停地按一些按鍵和左右移动。只有真正等到近身了，才有各種猜拳进攻的延伸，并且这種情況在街霸這款格鬥遊戲中表現得更為明顯。你們想一想，2代需要發多少個波動拳才能慢慢靠近對手？3代又有多少個機會才能像 TAS 一樣連段？4代更是經常有立回99秒的名場面。5代呢，很多時候也是斬 VT 優先。這種對老玩家們來說就非常值得回味，但是對現在的玩家視角中移動快速的博弈決出勝負，或許更有看點。那這和狂龍鎮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可大了。從科學的角度講，它是由黑色龍的磷粉傳播、接觸或吸入後進入生物血液循環系統形成的狂龍病毒。感染者身體會冒出黑色煙霧，攻擊慾望增強，判斷力下降，直到完全失去理性，攻擊力大增，同時防禦力降低，体力消耗加快，最終暴毙身亡。但從實際層面來講，狂龍鎮玩家才是真正讀懂這封情書的人。完全拋開掉所謂的什麼立回、偷針、壓起身這些人五人六的東西，面對各種負3的場景中，把格鬥遊戲最精髓的猜拳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儘管狂龍鎮有很多人傳人的現象，但你想一想就會明白，這一定是卡普空有意為之的。首先，你看這座的綠蔥大幅度削弱了對局裡立回的占比，也就是說，正常的一局裡，猜拳对比立回在路人对局中有着更大的占比。并且狂龍鎮患者不是片面的指那種喜歡用金色升龍拳的人。凹或許只是狂龍鎮的其中一個徵兆，但絕對不是狂龍鎮最大的核心。因為街霸這個遊戲是有安全跳這種說法的，比如說肯的歐弟迅雷派生穩定安全跳，你想凹都凹不出來。但是狂龍鎮患者大部分情況都是在輕波掌的攻防階段並發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對手是沒有完全安全的方法規避掉金色升龍拳的，所以事實上兩者還是有着較大的不同。正常來說，當患者成功利用各種手段近身，並且面朝你使用了輕版推波掌，在這個幀數下對手會去怎麼做選擇？投他、點他、晃他，還是乖乖的在那裡一動不動？就像我說的，只有狂龍鎮患者才真正悟到了卡普空對這款遊戲設計的本意。他們或許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要聰明。一個看似自己不利又礙於可以確反之間的曖昧戰術，明明你有更多對你有利的選項，但為什麼最後你還是輸掉了比賽？你能從他們的操作裡看到了我們身上沒有的那份堅定。伴隨着他一身金光和富有磁性的一聲 Shoryuken， 你的心理防線就這樣被他們輕易的擊碎了。你們看到了嗎？跳過枯燥無聊的立回階段，直接展開心理層面的博弈，以及回歸遊戲本質的猜拳，這就是情書裡的內容。你說你能悟到嗎？不，你還遠遠不夠。只有我們眼中的這幫患者收到了來自櫻花之鄉的情書，恰似高人留下的錦囊，看破了天機。在我心中，這幫所謂的狂龍鎮患者要比我們更懂街霸六。為了讓這封情書能讓更多人看到悟到，也為了紀念這樣一群特別的人，我利用我僅存的技術手段為他們發行了一首單曲。讓我們隨着這首歌曲的落幕，一同加入這精彩絕倫的狂龍盛宴當中吧。孩子，你要記住了，這不是一個病，推波掌都過來了，主打一個不要命，一發黃帝升龍拳，教會你奧義。開局一個綠衝過來就是輕波掌，負3的選擇題，你想點拳還是放？傳統波聲早就隨着時代而塌方，一道發耀直遍天下，還有誰敢講？發耀負3，發耀負3，again， 發耀負3，發耀負3，我們是冠軍。發耀負3，發耀負3，阿少的 king。玩龍的玩家們，你們要記好，開局不是綠衝綠地就是接推波掌，3點輕拳取消推波掌，敢動動就是扛，即便對手防住你的3兩連招就直接開花。別管他是 DCQ 呢還是曾壯軍，取消反腰接上升龍ran就是冠軍。發耀負3，發耀負3，路 again。發耀負3，發耀負3，我們是冠軍。發耀負3，發耀負3，哈薩的 king。
不是綠窮綠地就是街推波仗，3點清泉取消推波仗，敢動動就是抗，即便對手防住你的3兩人招就直接開網。別管他是地心區呢還是層卓菌，去向反妖介紹神龍戰就是冠軍。反妖釜山，反妖釜山，Loop again。反妖釜山，反妖釜山，他走 again。反妖釜山，反妖釜山，我們是冠軍。反妖釜山，反妖釜山，他說 again。よくやったとは言えないな。まだ途中だ。君も俺もな。